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前面两个系列讲了大气层内飞行的航空引擎，以及能飞到大气层外的航天引擎。不要以为分别都介绍就完了，这个系列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改从横向分析它们的异同。如此解构，能比单独看其中的一个更加透彻，更能发现有启发意义的东西。之前我们说过，卡门线以下算航空，以上算航天。从引擎来看，两者特点非常明显。航空引擎需要吸气，少量的燃料混上大量的空气产生推力，比冲普遍较长。空气流过引擎的速度和飞行器的速度有关。太快的话，燃烧时间有限，放热不充分，降低了效率。空气中的氮气起到了稀释燃烧的作用，也降低了效率。要是涡轮引擎，内部还需要有机械结构，提高了重量，降低了推重比，还得考虑涡轮前温度的限制。这些特点都使得航空引擎的速度和高度有限，但实用化的航空引擎能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并且能反复启停，总体寿命很长。比如民航飞机的涡扇引擎，寿命可以达到几万小时。化学火箭引擎正好相反，里面很空，推重比航空引擎高一个数量级不成问题。高纯度的推进剂可以在燃烧室产生比航空引擎高得多的温度和压力，但是比冲低的缺点使得推进剂消耗速度高得惊人，再加上不吸气，火箭自带的推进剂烧完就没了，总工作时间有限。以前的火箭还都是一次性的，所以引擎设计基本上不需要考虑寿命，只要能工作几分钟就够了。直到航天飞机主引擎这种需要复用的，才会把寿命延长到27000秒。对，秒不是小时。简单一句话，航空引擎的没法飞太高太快，火箭引擎的没法飞太久。长期以来，人们的一个想法就是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在跑道上起飞，像飞机一样吸入空气运行，到一定的时候变成火箭，飞到太空进入轨道。返航的时候可以在跑道上降落，由此实现可以重复使用的载具，发射成本大大降低。最简单也是目前实用化程度最高的一种是可分离的结构，用一个飞机把航天器拖到高空，释放后点燃火箭引擎。前一个系列介绍过的 X-15是用 B-52作为运载机，维珍轨道的发射者1号是把火箭连接在747的第5个引擎接口的位置。但飞机运载能力毕竟有限，没法带动太大太重的火箭，而且运载机能提供的速度和高度相比轨道发射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了，并不能减轻多少火箭的工作量，更不能取代火箭的第一级。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更灵活，不受发射场的地点和天气限制。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同一个飞行器并行安装多种引擎，比如前面提到过的 Star Raker，10个特制的液氢燃料涡轮冲压引擎，3个火箭引擎，先用涡轮冲压引擎飞到6马赫的速度，3万米的高度，再启动火箭引擎。有这样的初始速度和高度，火箭的工作减少了一截，不需要带那么多推进剂。最近还有 Astra Clipper 这样的设计，长得就像在普通飞机前端顶一个航天飞机。第一级是个极超音速飞机，在大气层内吸气工作，完全不带氧化剂，用涡喷加速到 1.5 到2马赫，超人冲压加速到8到10马赫。这时候1、2级分离，2级用自身携带的推进剂和火箭引擎继续加速进入轨道，两者都可以在跑道上水平降落，完全复用。当然，这样的设计问题也很明显，当一个引擎没有启用的时候，就是纯粹的累赘，不提供动力，但却要占据重量。多种引擎增加的复杂度会影响可靠性。那么能不能简单一点，就用一个火箭引擎，但让它能吸入空气来工作？这样是不是既能保留火箭引擎的优点，又能减少氧化剂的携带？记得以前讲过的涡轮冲压引擎是怎么回事吧？在冲压引擎的空腔里面放一个涡喷，既可以在静止状态下启动，又可以飞到冲压引擎的速度。如果不往里放涡喷，而是放一个火箭引擎呢？这叫做空气增强式火箭。在静止状态下，火箭引擎先启动，把速度带起来，接着冲压的部分开始发挥作用，把流入的空气压缩后送到火箭引擎的喷嘴处。这时候把火箭引擎调整成复燃状态，喷出的高温复燃气体和空气进一步燃烧膨胀喷出，
火箭引擎因此被空气增强了，这也是名字的由来。它其实更适合用于大气层内的高速飞行，比如空对空导弹。这种设计可以减少部分氧化剂，但并不多。进一步，如何更充分地利用空气这个优势呢？大气层内氧气占了 20%， 如果能从空气中提取氧气存下来，就不用带那么多氧化剂了嘛。液态空气循环引擎 LACE 就是这个思路。飞行器起飞前携带所有的燃料和一部分氧化剂，先把火箭引擎启动起来，有了一定的速度后，流入的空气通过冷凝气液化，分离出液氧，存入推进剂箱。火箭引擎本身还是个常规的操作，通过涡轮泵获取推进剂，点燃喷出。发射的过程不再是几分钟进入太空，而是在跑道上起飞后，花1-2个小时在大气层内飞行，攒够液氧，再加速进入太空。这里液氢既是燃料，也是冷却剂。印度的阿瓦塔就类似这样的设计，它有 60% 的氧化剂是在起飞后从空气里提取的，但宣布之后就沉寂多年，很可能已经取消了。另一个思路是不需要液化那么极端，只需要降温。前面出现过2次的 Skylon 就是这样。这里复习一下，它的引擎 Sabre 通过预冷却的方法，让涡喷模式可以加速到5马赫，然后切换成火箭模式继续加速。这样的引擎也被称为吸气式火箭。它的燃料不管在什么模式都是一样的液氢。氧化剂在涡喷模式的时候是从空气中吸入，火箭模式的时候切换到自身携带的液氧。它是以燃气发生器循环的火箭引擎为基础扩充得来。燃气涡轮除了驱动推进剂泵之外，还驱动一个压缩机叶片，用于吸入和压缩空气。由于大部分部件是在2个模式下共用的，它的火箭模式比普通的火箭引擎只浪费一部分重量，不会太糟。比起 LACE，Sabre 只需要冷却空气，而不需要液化，对降温的速度要求没那么高，不过也因此牺牲了攒液氧的能力。不管是如何把航空和航天的引擎拼起来，人们肯定会希望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足够高效。那就再来看看如何提高引擎的效率。靠化学燃料加热的引擎都少不了燃烧这一步。细分的话，燃烧分为2种，常见的是缓燃，燃烧速度低于音速，相对温和，产生的压力有限。目前航空引擎和火箭引擎也都是靠缓燃。另一种燃烧方式叫爆轰，燃烧速度超过音速，它的冲击波强得多，使得压强更高，比缓燃狂暴许多。理想情况下，引擎从缓燃换成爆轰，效率可以提高 25%。不要觉得不多，从燃气发生器循环换成分级燃烧循环，也就提高 10% 而已。相比之下，爆轰的 25% 已经非常不得了了。第一种出现的爆轰方式是航空引擎系列早期就提过一句的脉冲爆轰引擎。普通的脉冲喷气引擎2战末期就有了，结构非常简单，基本就是带有进气阀门的一根管。它对燃料和空气的混合物几乎不压缩，使得效率很低，推力很低，也就到个 0.3 马赫。然而升级到爆轰之后，超音速燃烧的冲击波会压缩还没燃烧的混合物再点燃，产生比现有的涡喷和涡扇引擎更高的压强和效率。它本身仍然是脉冲的工作方式，一下下进行压缩、燃烧、排气3个阶段，只是压缩不通过机械旋转，而是爆轰的冲击波。结果这样的引擎理论上可以到5马赫的速度。2008年的一架魔改版 Long Easy 就第一次做了这样的实验。脉冲还是不够给力，连续工作会如何？直线的结构没法连续工作，因为直线的震波不能反复压缩混合物，得换成旋转的方式。推进剂注入圆柱形的空腔，点燃产生爆轰。冲击波沿着空腔旋转一圈，又到达推进剂注入口，压缩并点燃新注入的推进剂。同时燃烧产生的气体会向下游运动，排出引擎产生推力，这叫做旋转爆轰引擎 RDE。 一般来说 RDE 的腔体内会有不止一个震波，以一定的间隔排列，在很高的频率下进行压缩、燃烧、排气的流程。目前这样的引擎是个热门领域。2021年7月，日本航天局做了一次实验，把一个推力500牛的 RDE 作为火箭第2级的引擎进入太空。9月，波兰航空研究所也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发射实验。RDE 的原理不但可以用于飞机和火箭，美国海军还想把它用于舰船的引擎，效率比传统缓燃的燃气轮机更高。
之前介绍过的 Scramjet 也是用爆轰的震波来连续工作，能到17马赫的速度。爆轰这条思路未来可期。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从整体使用的角度比较了航天和航空引擎，下一期将要看一个局部，从燃料和工质的角度来解析。欢迎继续收看，再见。